放暑假了，小伙伴们在商量着要不要去山上玩。胖虎说他亲戚在山上有间寺庙，可以趁放暑假的时候去玩几天。大雄还以为胖虎会不带他去，可没想到这次胖虎竟然邀请他和哆啦 A 梦一起去。大雄高兴地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哆啦 A 梦。结果他一走，小夫和胖虎就露出了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那间寺庙在深山里，听说到了冬天连公交都会停。车子穿过隧道时，胖虎才告诉大雄，传闻这间寺庙里会有阿飘出现。大雄顿时被吓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哆啦 A 梦一眼就看出大雄是在害怕什么，他拿出遗忘棒，用这个敲一下头，可以把10分钟之前到现在发生的事给忘了。大雄忘记了鬼怪传言后，步伐轻松了许多，跑得飞快。他们好不容易爬到了寺庙上，结果却无人迎接，于是胖虎就领着他们先进去了。胖虎的叔叔不在寺庙里，他留下了个字条，说是去隔壁村主持葬礼去了，今晚不回来，孩子们要自己烧洗澡水，煮饭照顾好自己。胖虎和小夫一向很喜欢冒险，更何况还有大雄这个傻帽仔，他们十分期待今天的寺庙之夜。静香负责煮饭给大家吃，胖虎让大雄和哆啦 A 梦负责洗澡水，大雄还以为打开开关热水就会出来了，结果是要去砍柴烧水，非常繁琐。胖虎直言带大雄和哆啦 A 梦来就是为了干这些事的。大雄来到井边开始打水，水要一桶一桶的提到浴缸那儿。大雄吐槽道，这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浴缸只有在古装剧里才能看到，而且一大桶水下去也只能铺满浴缸的底部，不知道还要再提多少桶水才能把浴缸填满。哆啦 A 梦在外面抓蝴蝶玩，大雄还以为他是在偷懒，结果哆啦 A 梦是用了变身机器人，弄了个分身帮自己劈柴，只要对这机器人说出指令，他就能变成想要的样子。但哆啦 A 梦不想借给大雄，因为只有一个，于是大雄就跟哆啦 A 梦借了遗忘棒。哆啦 A 梦很好奇大雄要做什么，结果大雄立马用遗忘棒敲了一下他的头，哆啦 A 梦瞬间忘了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大雄告诉他，你在劈柴呀，然后趁哆啦 A 梦不注意拿走了变身机器人。大雄给哆啦 A 梦下指令后，他就解放了。晚上，大雄通知胖虎洗澡水烧好了，小夫提议让大雄先去洗澡，毕竟是他烧的水。于是大雄兴冲冲的就跑去洗澡了，可他坐进去后很快就被烫到了。胖虎告诉他，这种浴缸要把盖子放在底部，防止烫伤。大雄很感谢胖虎，但他不知道胖虎和小夫正在偷笑。窗外一直传来呼呼的风声，听着很吓人。大雄甚至听见有声音在悠悠地说，还我命来。大雄被吓得屁滚尿流地爬出了浴缸，但床下小夫和胖虎被溅了一身的水。大雄国体冲到了厨房，正在做饭的静香被他吓了一大跳，他裹了个浴巾，慌乱地告诉大家自己听见了幽灵的声音，但小夫却说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幽灵呢？胖虎添油加醋，看来那个幽灵果然还没有转世投胎。这下大雄更害怕了，连连让胖虎别说了。晚饭的时候，大雄想上厕所，但没人陪他一起去，他憋不住了，只好自己去了。厕所里黑漆漆的，大雄又听见了那个声音在说还我命来。确实这是胖虎的恶作剧，但大雄被吓得直接百米冲刺回到了哆啦 A 梦身边。胖虎又一次害人不成反被害，接着他们把灯都关了，只留一盏蜡烛听小夫说恐怖故事。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个旅人独自走在夜路上，他忽然听见背后传来啪嗒啪嗒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转头查看，根本没有人在。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再次踏出脚步，结果背后又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旅人加快了脚步，可没想到身后的脚步声也加快了。大雄就被吓得大叫了起来，大家没被故事吓到，反倒被大雄吓个半死。他们又埋怨了大雄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但似乎是大雄真的听到了什么。半夜里大雄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他一直能听见脚步声。但哆啦 A 梦说那只是风声而已，因为建筑物老旧才会听到各种声音。但大雄还是很害怕。哆啦 A 梦很困，于是转过身不再理他。过了一会儿，哆啦 A 梦起身去上厕所，大雄立马跟了过去。他太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了。可哆啦 A 梦上完厕所后，没等他就先回去了。大雄在回去的路上偷偷听见了胖虎和小夫正在商量要用床单吓唬自己。他立马反应过来，原来一直都是他们两个在恶作剧，你们等着瞧。但随后转角处忽然传来大雄的尖叫声。哆啦 A 梦在房间里左等右等，但等了好半天，大雄才回来。他看起来懵懵的，好像不记得自己刚才做了什么。这时忽然停电了，门外传来了尖叫声，大家都探出房间查看情况。大雄说一定是小夫和胖虎的恶作剧，但小夫表示胖虎早就睡了，刚才的尖叫声应该是猫咪吧。大雄认为就是他们两个搞的鬼，可惜他没有证据。他还想拉静香一起睡，不过被嫌弃了。小夫回到房间后开始窃喜，他以为胖虎的恶作剧成功了，然后他也披上床单准备出去吓大雄。但他刚出去就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飘了过去，他颤抖着问你是胖虎吗？对方没有回应。小夫开始害怕了，你说说话呀胖虎。那边依然没有回应。小夫颤颤巍巍地走过去查看，结果在拐角处他也尖叫了一声。另一边哆啦 A 梦认为这绝对不是什么猫叫声，此时大雄已经害怕地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了。静香过来告诉他们小夫和胖虎的房间里没有人，走廊里还有掉落的床单，于是他们结伴出去查看。可随后哆啦 A 梦和静香也看见了那个白色的影子。这种时候哆啦 A 梦的灯还坏了，有脚步声在往大雄的房间走去。大雄把头探出被子一看，一个恐怖的影子映在门上。拉开门一看，竟然真的是一个幽灵。大雄被吓坏了，立马往被子里钻。可这时幽灵竟然开口跟大雄说话了，原来他是被放在储藏室里的变身机器人，是大雄刚才让他变成幽灵去吓唬小夫和胖虎的。结果大雄被他变的幽灵吓得摔了一跤，头被手上的遗忘棒砸中了，于是他就忘了这档子事儿。这可真是个大无语事件。现在哆啦 A 梦他们都已经被这个幽灵吓晕了。大雄怕小伙伴们责怪自己，于是他跟幽灵串通好，待会儿在大家面前演个双簧。他们还约定好了暗号，等大家醒来后，大雄已经摆好了姿势，准备在大家面前上演赶走幽灵的英勇戏码。当大雄在奇怪那个变身幽灵怎么动作这么慢时，从天花板上冒出了一个幽灵，虽然长得跟刚刚不太一样，不过大雄也没多想，他挥舞着手上的木棍，说着赶紧滚吧幽灵。幽灵虽然一脸懵的样子，但真的飞走了。这时大家都对大雄刮目相看，忽然变身幽灵招呼大雄过去。原来刚刚那个幽灵不是他，他一直待在这里等大雄给他暗号。大雄石化了，他后知后觉，那么自己刚才赶走的是一个真正的幽灵啊，这可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好了，本期问题，你有听说过哪些灵异事件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